我有7个晚上没睡觉，最多的时候1个月能赚多少钱？10几万吧，都发霉，搞不出来，搞了7天。这也是贵州紫云白石岩香，今天就和阿海还有阿鹏来探秘一下这个紫云的另外一个特殊的物种——紫云红心鼠。我们小的时候就放牛嘛，把它揣在口袋里面，中午吃饭的时候就烧火，然后直接烤着吃。那你们小时候一直都有这个品种？对，我们小的时候，从我们记忆里面就有这个品种。紫云红心红薯的这个糖分高，水分低，软糯香甜，很独特。紫云有没有统计这个红薯一年有多少产量？一年有6万吨。我们这边是喀斯特地貌嘛，所以它水的这个储存基本上没有。像这种土的话，它就是下雨的时候它就会有点水，不下雨的话，它就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水源，然后它就是一直这样干的。它水分低，红薯就会甜嘛，所以这个红薯它甜的原因就是水分低，然后糖分高，长得慢，长得小。它的产量是非常低的，像这种土做的产量就非常低，我们的产量就在1亩地4000斤左右。那1亩地4000斤也不少呀。红薯1亩地4000斤的话，如果是全部都是精品薯的话，确实是不少了。正常的4000斤吧，就刚刚我们计算的1500斤的精品薯嘛，就卖3块。然后呢，有500斤的种子是卖不掉的，有2000斤是卖给我们做大薯加工的，就1块，那也就是6、7千块钱吧。成本呢？成本的话，从育苗、种子管理这些下来，也要两几千块钱，2、3千块钱。差不多也能赚个4000来块钱。对，1亩地的话，种了四千左右吧，4000来块钱左右。在我们这里，所以种红薯的大户也挺多的，他们也很多也是靠种红薯来养家。我09年去当的消防兵，14年退伍的，在部队表现的还可以，有很多次大任务啊，这些都还做得还好，立功受奖这些也有。然后14年我退伍回家，到村委会里面干村主任。后来我就发现我们这边不是做红薯的核心区域嘛，我发现老百姓把这些大红薯全部扔在这个河道里面，就这河道里面，全部扔在里面。然后呢，我就想，如果这样的红薯全部扔掉的话，那老百姓他卖的也没多少，因为这1亩地的红薯产出来的产量，大红薯和精品红薯基本上就是相同，就各占一半，那就相当于老百姓他种出来了，然后卖掉一半，另一半就是扔掉，就浪费。所以我就深思想，能不能把它做成红薯干？那你感觉你几年当兵生涯对你创业有没有帮助？有，当兵嘛，就是耐性，你的毅力，这些都是创业最需要的了。就是说我失败了，我一定要把它想清楚，我怎么失败，我要怎么样把它搞成功啊！我以前就是我当兵刚回来，我创业做这个红薯干的时候，我有7个晚上没睡觉，那是真的，做不出来啊，做的不好吃，然后有时候就烤着烤着就臭了，有时候烤着烤着拉丝，然后全部都发霉，搞不出来，搞了7天，搞了7个晚上，就是白天我又不能拿这个小太阳去搞，然后不是正好是冬天嘛。每个办公桌下面就有一个小太阳，烤火的小太阳，我就用它回去，然后把小太阳放在下面，铺一层网，然后把红薯干放在网上面烤，然后晚上我抬去烤的时候，我就不能睡觉，我要盯着看它的变化来搞，反反复复的做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妈给我用那个，就是我们家里面那种甑子嘛，蒸。我爸他说他到山上拉了1马车的柴被蒸完了，他骂了我一顿。他说你搞的这个
又不知道拿干啥，蒸一锅红薯就蒸了我一马车的菜。所以说阿海有没有教你？他没有，反正我一般都不看，他就是在那反反复复的做，反反复复的做，他又不管，我又不管。做的也是很古老的那种传统的3蒸3晒的方式来做的。没有添加剂的话，它的这个保质期就短嘛。我们的保质期就是在20多天左右。然后其他的红薯干的话，它有可能就有沁糖有一些添加剂来缓留它的保质期，就会让它保质期延长的情况下添加那些添加剂。那我们这个呢，就是保质期比较短。第一批货是怎么卖的？第一批货就是有一个老板，他到我们村来收红薯，然后我们种植的一个种植大户呢，他没有那么多红薯给他，他就带来我们村委会，说看我们村委会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，就是说把所有的村里面的红薯累积下来卖给这个老板。然后呢，当时我们也发动了叫老百姓去收红薯，就把红薯收过来，然后我自己就拿我自己试做的红薯干给他品尝，我说看一下这样的话能够给我们解决了不少的压力，然后就把这个红薯干给他品尝，他说口感还是很好的，他自己拿去卖，然后他就自己把他自己卖爆了，他自己的电商平台就卖爆了嘛。他卖爆了之后，他天天催着我要货，然后呢，他还给我找设备，就是说在网上给我找一些蒸笼，找烤箱，找这些设备嘛，就是有点那个机器化的东西啊。然后我说我没钱买，他说我先给你垫着，你先拿去，然后再拿产品来抵押，就是拿来还账。然后第一年就赚了那些设备，赚了一些蒸锅啊这些东西，一些烤箱啊蒸锅第二年嘛又增加了一些烤箱和蒸锅，然后又赚了一点钱，这样慢慢起来的。后面嘛就买了5亩地嘛，做了一个厂房，然后就真正的走向了这个深加工的这个行业了。就刚创业做这个红薯，那时候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能赚多少钱？10几万吧。就做这个红薯。对，就专门做这个红薯干，在城里买房子啊、买车啊、结婚啊、生孩子啊这些费用开支，就是靠做这个来养家的。阿海，那当时你弟做红薯干，那你在干什么？他没做红薯干之前，我都采药的，我一直都采药。他当兵的时候我都采药。然后这些费脑子的干不了是吧？对，我根本就不动脑，我做的都是那种比较自由一点的，动脑的我一般都不搞的，搞不来。你弟可以教你啊。教我搞不来，他也教我搞的，但我搞不来。他的爱好是爬山、找草药，有时候叫他跟我去收点红薯，他说我不搞，我今天要有任务，我要去爬山。我都是爬山，以爬山为主，采药为主。爬山赚不了多少钱啊？自由是赚不了多少钱，但是自由。你看这些山，是吧？都可以挑战一下，好玩嘛？这就是每个人的爱好都不一样，是吧？我就喜欢搞一些自由一点的、简单一点的。那个动脑的我搞不来。我感觉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它不是太甜，就感觉甜度刚刚好。不是那种很齁心的甜，刚刚你说的那种很齁心的甜，它就是甜度刚好，然后呢又还很软糯，吃起来又有一点嚼劲。它的本身就没有加糖嘛，没有添加剂的，所以说它是原味的，本身的味道。我以前买的叫什么小蜜薯，就特别甜，甜的齁心那种。那种就是加糖了，它的就是它的工艺不一样，我们这是老传统的工艺嘛，就是3蒸3晒的这种工艺的话，它就是没有添加任何添加剂，还有这些糖分啊这些东西，没有任何添加剂。但是缺点就是保质期短保质期20天。用这个东西不加添加剂的，它肯定你注重健康保质期肯定就短。这个配料表里面只有番薯，对，配料表就只有番薯，啥都没有，只有番薯。口感还是可以啊。好吃。